Hello。觉得你快点出来，他害怕你。走了，小家伙，你不要走啊，你就在车底下等我，我回去给你拿点吃的。小家伙，你还在吗？咪咪，咪咪。真的，吃吧，吃吧。你慢点吃，没有猫给你抢。瞅你吃的狼吞虎咽的。慢点吃。哎呀，你吐出来就别吃了，你这儿还有呢吗？对，吃这个里面的，不要再吃地上那个了，那个太脏了啊。孩子，你别老往他跟前凑，他都想揍你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怎么没眼力见儿呢？你怎么还等着呢？爸，他还不客气啊，大大方方就进来了。然后这小猫进来了，然后黑子才进来。过来，黑子，我跟你谈谈啊。咱家这收容所啊，上次那个狗也是，你等着让它进来。今天这小猫也是，你也让它先进来。关键小猫都进来了，我再给它撵出去吧，属实有点于心不忍。你就现在这个笼子里啊，我给它东西，给你铺个小垫子，别着凉了，你就在上面趴着啊。估计。
别乱动啊！给你驱个虫啊，乖了。哎，你还跑，往哪儿跑？弄不好它这身上也得有跳蚤，体外也得给它驱。我正准备给它喂体内驱虫，它直接就吐了。还是先把药喂了要紧，我直接就把药给它怼进去了。这不体内驱虫也做完了吗？然后给它准备做体外，给它滴一滴。反正它身上吧也挺脏的，弄不好身上就有虫子。做完驱虫，我就拿纸巾把它吐的地下的东西给它擦了。我当时也好奇，看看它到底吐的都是什么。我这一看，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，吐出来的都是胃里面没消化的。我看还有石头子儿，好像也有虫子。这不给它做完驱虫吧，小家伙就饿了，我就准备先给它弄点吃的。别叫了，马上啊！这不得给你弄碎一点吗？小家伙太小了，肠胃不好，每次给它弄凉吧，给它弄碎还得泡点水。这不给它泡软了，这么吃的话也能好消化一点。没多会儿我就发现这小家伙吧又吐了，这不吐出来了吗？然后我刚要准备要擦，它又要把吐出来这个给它吃掉，总吐也不是回事儿啊。我当时一想，这小家伙不会是猫瘟吧？首先，猫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且致命的病毒性疾病。首先，这小家伙吧，他还没有打疫苗，你在外面吧保不齐会不会感染，咱也不知道。主要的症状嘛，就是剧烈呕吐、严重腹泻。但是当时吧，我给他铲屎的时候吧，我还刻意检查了一下，发现他没有腹泻，他家的宝宝吧还挺好的，也都挺成型的。还有一点，除了呕吐，他就会伴随着高烧。然后当时吧，我就给他检查，看看他身上烫不烫。当时吧，摸了他耳朵，他耳朵也都不烫。当时还摸了膈肌窝，膈肌窝里面吧也不烫。又摸了一下他全身，全身也还好，也不是很烫。没有发烧。其次就是精神状态也挺好的，除了持续呕吐，其他的方面倒没有体现。但是我不放心呢，准备给小猫带去医院给他检查检查。好吧，小家伙就一直叫，我当时吧心里也挺忐忑的，就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可千万别是猫瘟呢。这不马上也快到医院了，来到医院，立马让医生给他去检查一下，测一下有没有猫瘟。没有猫瘟是吧？还好，结果是好的，小家伙没有猫瘟。我现在给烫着，就吃得急呗，吃一些不消化的。因为他现在月份应该还不大吧？当时诊断是小猫很有可能得了上呼吸道感染，所以吧，就是回去给它喂消炎药就可以了。这不回到家就发现小家伙吧，左眼睛还有点红肿，给它上眼药水，也给它消炎一下。到家就先把药给它喂上，可能要连续喂个几天才能降好了。吃完药，小家伙吧好像有点困了。再加上他眼睛有点不舒服，就一个劲儿想要用手去揉那个眼睛，
而且我发现小家伙其实这么看还挺好看的，而且还很粘人。